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跟看法，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锡勋老师。大家好，我是蔡锡勋。好，另外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吉大使。各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今天跟三位老师，我们先来看的呢，就是美国川普政府在12月4号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缩写呢是 NSS。在台海的方面呢，这个内容当中重申了美国不支持任何片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必须强化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第一岛链的能力，以阻止任何夺取台湾的行动。但是呢，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呢叫费瑞安，他提出了他的分析。他认为呢，川普用了不支持这个字对照先前他的前一任就是拜登所用的是反对。那是代表的是明显的降级了，那这也是政策漂移最明显的证据。而这种降级之后的表述呢，也将会成为美中之间未来谈判的新基准。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在参加 APEC 的时候已经说了明年2026年他要访问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在最新的报告当中呢，也没有提到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等等。把相关的承诺从美国政府制式化的战略框架中给移除了。那这是费瑞安的分析。大使怎么看这个分析？还有目前我们从川普的角度来看，美方现在要营造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当然是营造一个比较缓和的、跟友善一点的，因为美国明年的政治议程相当的敏感，也相当的重要。对川普来讲是相当重要。明年这个年底有这个期中选举，然后现在手上还有几个案子比如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最后的判决还没有出来，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这些联邦参议员或者一些出缺的改选所以美国明年又很快进入一种选举的气氛。那还有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明年的状况还是比较不可测。那还有很多外部的因素，所以川普基本上需要有一些好的消息。那这些好的消息就譬如说什么，对这些产业界来讲说，你们放心，稀土我跟习近平主席搞得定，你们放心，不会断货。那对于他中西部铁票区的这些农业选票，那可以说你们放心这一次习近平主席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的大豆，对，你们那个不必再修谷仓了你们放心。你说后面还有好几船呢，还有好多船，你们放心。先开支票再讲嘛。先上支票，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有关关税的部分呢，跟中国大陆不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大陆也不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报复性的措施。所以明年对川普对中国大陆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希望休兵1年的一个情况。这是贝森特事实上在上月11月25号、11月23号川习通电话，25号贝森特上电视接受访问。他的这个他的说法营造一个气氛，就是说明年大家不要放心，美中关系是休战，而且呢，美中关系现在是由双方的元首来引领方向。对，那明年习近平跟这个主席跟川普呢会见面4次，这4次的场合，一次是川普4月份要去中国大陆做国事访问，下一次就是明年的适当时期，习近平要到美国做这个国事访问，因为美国明年是这个 G20 的轮值主席国，那他有一个高峰会，他们也认为习近平会来。那明年又是 APEC 这个中国大陆做这个轮值主席国，所以川普有兴趣去中国深圳去参加这次 APEC 的峰会。他说明年就4次，对，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个元首之间能够正常的见面来交换意见的话，这个关系就是稳定的。不过他讲这些话基本上就是要稳定这个关系。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他现在很多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安全报告
之前有很多传闻，美国的媒体报道就说贝森特亲自干涉，而且他是希望在有关涉及中国大陆的部分呢，措辞要比较温和。就因为他的坚持，这件事情停了，这个国安安全报告啊停了，慢了两三个礼拜才出来。那我认为，其实贝森特他今天能够就是说坐那个位置坐那么稳的话，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在川普下面做事，你自己意见很多的话，你老早被干掉了。而且大使，你刚刚提到哈，贝森特是讲4次嘛，他就说数了一下，明年4次，那第一次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明年的4月份嘛。万一第一次就出现变数的话，哇，那面子挂不住哈。所以现在是不是说都是以见面为先？来，最了解川普的人之一的 Ross。川普去参加深圳 APEC 的可能性真的不大，我觉得不大。你觉得不大？因为如果他4月份去中国的话，第二次去中国，我是觉得对他来说，这样我是太给习近平面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川普也不希望外访啊。虽然他已经答应了，他明年4月份会去中国，但是一年去亚洲2次。难，而且去中国2次，真的，我真的觉得是他不太想，而且他也要考虑到因为那个东亚高峰会，他今年去吉隆坡参加，那如果他明年一样要去，明年是在 Manila 对不对？因为 Manila 是东协的2026年的主席国了，那他要考虑到要不要去 Manila， 那如果他去 Manila 参加那个高峰会的话，又去深圳的，虽然距离不远，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而且要看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是如何。对，好，你说的是年底的事情，我说是2026哈，起码4月一定也得建成嘛，对不对？所以除非在将来几个月有变数。你觉得什么变数？军购案，如果川普真的答应台湾很大规模的军购案，那或许会让中国很不满。那如果是规模比较小的话，也是要看是包含哪些项目。比如说，如果是美国已经买的系统多买1几枚飞弹之类的，那或许中国是可以接受。军购还有呢？其实中日会不会有影响？应该不会吧？不会。我们虽然很多人说华尔街报的这个蔡老师才是专家，很多人说华尔街是骗人的，没有都是假的。但是很明显，从川普先跟习近平，后跟高市早苗通话之后，高市早苗的说法真的有改变，他很明显要把这件事情讲稳。你觉得高市早苗最近的一些做法？确实希望能够缓和下来，对不对？是川普希望缓和，高市早苗就配合川普了。所以你刚高市早苗配合川普，你刚问我中日关系会不会造成变数？我觉得不会，因为只要川普说，不要闹事，那高市早苗就会说，好，总统我不会，这个已经很明显，好不好？但是有另外一个变数，虽然最近很多人是没有讨论到，因为川普也没有直接提，但是我不能排除，因为过去有产生问题，那就是宗教自由人权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中国有抓这个基督徒啊，那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其实川普有受到很多共和党压力，不管是国会议员或外围组织、智库、美国宗教机构等等。那另外就是这个李志颖的，就是香港啊，他的案子快结束了，快会宣判了。其实他在美国保守派那边有很多人在支持他，已经很多次向白宫施压说你要为这件事情，你要直接跟习近平说要释放这个人啊。所以如果宣判，比如说判他要坐牢多久，那或许美国会说话的一样也会造成。所以我不排除人权这个问题会再次出现了。好，我问中日是因为现在这个风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似乎这个平息，有缓和，但是没有完全的停息哈。那地缘战略上，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美国最新版的这个 NSS 啊，国家安全战略也指出说呢，美方要在第一岛链，他们说要打造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侵略的军力。文件当中也直言说，美国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单独完成这项任务啊，所以他要求盟国必须要加强集体防卫，并且投入更高额度的军费，要求在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南韩。
提出他们的提高他们的军事支出，增强自身战力，同时扩大提供美军基地还有港口的使用权来增加吓阻能力。日本方面当然免不了得提到还没有平息的中日关系啊。现在呢，日本这边是决定要收紧一项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哈，因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呢有相关人士透露说，日本政府考虑把外国人取得日本国籍所需要的时间，从现在的5年以上调整为10年以上。好，那在中国大陆的移民这边啊，就是说日本。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移民到底有多少人呢？到2024年年底为止，最新的数据是已经接近超过90万人左右。目前呢，中国民众也是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社群啊，当中有留学生啦、技术人员啦，还有经营者，还有呢寻求永住权的这些多元的族群。那蔡老师，所以日本在制定刚刚讲。他们要把时间再多5年啊！他们在制定外国人政策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权衡取舍？因为我相信对日本来说，中国大陆的移民也是很重要的，不是吗？中国大陆去日本的话，确实是很重要。但是移民这2个字的话，对他们来讲定义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对我们而言，移民的话，等于是你可以把你的家人全部都带过去。但是中国人在大陆的话，90万人是包括我们讲的永住权、留学生什么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就是90万人。但是他们也认为应该是一个对等的。为什么？日本人并不大喜欢去中国大陆。我们用一个最新的 data， 他们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全部的日本人不到10万人。只有9万多人，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是喜欢去的？第二个的话，一个他们叫做规划，然后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移民，等于就是说你要放弃你的国籍，进入到日本的这一种国籍。过去他们认为这个是5年，可是你要拿到永住权的是10年。为什么移民就是我们讲的拿到那种国籍是5年，然后他这个是10年？那过去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因为人口下降。他希望说有一些好的外国人能够来的。那这个来的话，他们现在的大臣叫做小野田纪美大臣，他的名字叫做汉国人、外国人有秩序的共生社会。他希望去创造这个，可是他们并不是说要去排除外国人。他也不希望说让人家感觉你们就是讨厌外国人，他不希望这，他希望说你如果是好的外国人，然后你也愿意在我们这边也住了很久，而不会说你拿到我们的一个国籍，竟然不会讲日文，你们讲的都是中文，就是在中国人圈里面去混，所以他希望说将来你们能够真的是喜欢我们这个国家，融入到我们这个社会，而不是说我们去排除你们，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点。OK， 因为我会问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日本我们都知道它的人力结构，其实台湾也一样了哈，就是说整个倒金字塔型的，它人力它缺工的问题，还包括说它的长照，很多其实也都必须要靠外来的一些，不管是移民也好，或者是在这边短期的居住，或甚至是索取常住权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中籍的或者是其他外籍的人士哈。那最近因为中日的风波，其实也祭出了这个旅游的管制。那所以呢，对于目前旅游业的冲击，您的了解是如何？对日本这边，旅游业的话，它应该说是针对哪一种旅游业？因为冲击的话，应该是比较偏向大都市的。那大都市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陆客嘛，陆客的话，如果是团体去的话，因为他们不是说常去日本，就好像我们台湾常去之后，你会从大都市后来到乡下。那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第一次去，就会锁定在大阪东京那个大阪、东京京都这种大的，所以对于这个比较大的都市的饭店，饭店的话冲击会有。第二个的话会锁定在高级的百货公司。为什么高级百货公司？原因就是我们知道陆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句话，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喜欢全部都包走。他们买东西很喜欢，而且他们知道去那边可以买到很好，就是大户对，就大户。所以这个是高级百货公司会冲击到。可是如果说从比较小的话，冲击就比较没那么大，因为我们知道陆客他们有一个习惯，是一条龙的服务从你的飞机搭上来之后，然后搭上巴士，然后进入到那个大陆人他们经营的商店去买东西，所以你人不来之后的话，也会杀伤到。所以他们会去观察。另外一个点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因为现在是淡季，春节我们知道陆客就往外跑，买那个量会很多。过年嘛，过年那个会不会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冲击的是团体客。
很多陆客是像个人，因为他们去很多了，他们知道个人去，只是说他们现在个人去的话都比较低调，不敢 po 上网，拍了照不 po 上网，不告诉人，采访的话都是必须要就这样，所以你要分析是团体客还是个人客。而且现在看是后续的这个效应哈，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那刚刚特别提到，在这个美国的 NSS 啊，其实不只是东亚这边或亚洲这边很关心以外呢，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呢。这个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尖锐地批评了欧洲领导人对于解决乌克兰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指的就是川普了哈。那也呼吁停止北约扩张这样子事情。那就分析说呢，这份文件凸显了美国跟欧洲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因为做法像是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对欧洲内部政策的批评，还有美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和平努力，把两件事情合在一起了。这也让很多的欧洲领导人担心，会不会让乌克兰被出卖了？最近这法国、德国、英国3大国的元首呢就秘密会议，德国总理梅尔茨还说，我们都被美国耍了。被美国耍了吗？这个可以从2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尤其是副总统，还有国务卿，最近几年常常批评欧洲，尤其是美国的这些传统的盟友国家，尤其批评的就是在很多，比如说 DEI、环保、气候变迁相关政策。那乌克兰方面也是一个批评点啊。美国很多这些右派政治人物是认为，为什么一直要打？唯一解决方案是要说服或逼乌克兰接受部分的领土会继续由俄罗斯占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批评点，就是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川普还有这个 NSS 怎么分析怎么批评欧洲。但是我不得不说，同时很多欧洲人从早就说川普会放弃北约等等，其实也是没有。虽然批评是的确是有，而且是你觉得不会？就是批评是非常非常直接，甚至欧洲人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真的是非常不礼貌。一点外交的概念或对盟友的概念完全是没有。但是同时，川普或他的国防团队虽然一直要北约国家提升国防预算，但是川普也没有直接说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我放弃了，也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梅尔斯这样讲说，我们都被耍，也就是说到头来最后乌克兰还是被出卖，最后被卖了嘛。但是乌克兰不是北约国成员国，对不对？ OK， 所以他们会担心，就是万一到时候俄罗斯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你觉得在这个时候短期之内，欧洲会跟俄罗斯发生冲突吗？简单回答就好。我觉得川普，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放弃对北约的承诺，甚至像他第一个任期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俄乌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川普也是答应一些美国的部署，就是势力是可以调到波兰那边了，也是公开是承诺了，所以他真的是没有放弃北约，当然是也有批评欧洲，各式各样的批评，很多不管是移民、言论自由等等，一定会继续批评还是有，但是呢，万一欧洲以后有危险的时候，美国还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我是觉得目前是。一直到川普正式说我们要退出北约，但是他也不会。那这个真的是会像是常常听到一句话 "wait and see" 嘛，哈。等一下回来，寰宇全世界，我们要来看的是中国海军到澳洲海域这件事情怎么分析。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节目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的海军啊，这次远征这个澳洲，而且还带上了准航母，怎么一回事？因为澳洲的防长他最近证实呢，有一支中国大陆的海军特遣舰队已经进到了澳洲北部海域。那这个舰队群当中呢，包括了一艘075型的2栖攻击舰，还有一艘是这个052D 驱逐舰。另外呢是054A 的护卫舰，以及一艘呢903A 型的补给舰啊。
对照呢，今年2月在澳洲东岸这个进行实弹演习的中国大陆海军编队，这次他们觉得呢，舰队最大的亮点就是战力堪比准航母的075型2栖攻击舰来带头。好，这次带上了准航母啊，当然有一定要释放的战略信息啊，怎么解读它的战略信息？大使，我想这是一个演练的一部分啊，它的主要的这个舰队的这个主力舰。从05大驱换成075两栖攻击舰哈，05大概12000吨，这个075啊4万吨，那他们各扮演在战场上不同的功能。那05它是有120几个垂发，它事实上的攻击能力非常强。那可是这个075呢，它上面是有舰载的这个战斗直升机，还有这个肚子里面还装了什么？还装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气垫船啊，登陆气垫船。那它可以载差不多1500名兵员在里面，所以它是有登陆作战能力的。所以我想这个是训练的科目不一样，一个是055大驱为主的一个远洋舰队，一个是以075为首的一个远洋舰队。那我想训练的科目不同，那这个演习的所谓想定的状况也不一样。对，所以这2个主力舰的就可以显示出来。当然，我常常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往澳洲走？我觉得最近看中国大陆这2年的海军的它这个演训的动态啊，我觉得它基本上往西走的话，往东走的话，最多大概走到第2岛链，那往第2岛链再往下去再走的话，就要到第3岛了，就到夏威夷了，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往那条路线走，有看过05大驱往这个，就是说比较靠南边的这个就是说太平洋诸岛大洋洲那一块，大洋洲这块有，可是它没有往中间这个地方直接突穿，我想这是战略上考虑。那在这个第2岛链附近啊，像中国大陆的这个辽宁舰也好，山东舰也好，几次都接近这个。关岛大概在500公里左右，是那很明显的，它在从第2岛链上面下来，一直到接近到关岛，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台湾海峡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台海战争的一个区域拒止的一个演练动作。那在那边挡住这个美军从这个太平洋过来的支援部队，所以它的有很明显的这个训练的科目。那可是你要把这些舰艇再突破第2岛链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还是觉得有敏感性。那你要做比较深蓝海军的演训的话，我也看了，大概就是往澳洲走，比较敏感性比较低。上一次虽然在澳洲这个塔斯马尼亚海附近他做了一个实弹射击，可是距离澳洲的领海是300海里以外500公里左右，相当的远所以他出来演训，他一定有实弹射击科目了。那现在又一次往澳洲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比突破第2岛链往第3岛链，美国的第3岛链突进的话，它目前的敏感性是比较小的。比较起北边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话，往南往这个大洋洲这边、澳洲这边的话，敏感性确实是相对来讲低得多那当然，这个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一次呢，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编队群组堪比，就是说也做了一个比较，战力的比较，说堪比是一整个澳洲海军的这个军力当然，我们常常讲说，海军的战力不是只是看数量，看这个简单的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但确实在阵容上面看得出来说，这是中国大陆的航母，不是这个整个舰队的编组群是有它的一定的规模的。那针对这件事情呢，澳洲的外长黄英贤也表示说，中国大陆呢目前正在更频繁地把他们的军事力量投射到更广大的太平洋地区，而中方呢继续通过经济还有安全手段这些方式增强他们的战略影响力，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在澳洲周边的这些区域呢展现军事力量。而针对这样的威胁，美国的 USNI News 也报道说，川普表示根据 AUKUS 的协议会让澳洲呢从2030年开始取得5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的攻击潜舰。那其中呢，澳洲已经确定要买1艘全新这个全新的，包括还有2艘现役
3艘，一共3艘潜艇，那2艘是现役的，1艘是全新的，所以呢要加强它的核动力的潜艇的战力。那美国海军部长费兰也强调说呢，美英轮调前舰部队将会从2027年开始要进驻到西澳，希望能够强化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所以现在回到这个美国跟 AUKUS 之间的这个协议哈，那我要问的是说 ，Russ 觉得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补足澳洲现在需要的武装力量吗？短期之内是很难啊，除非美国跟英国自己调他们自己的要有巡弋，对不对？力量到那边去。但是这些潜艇按照所有的新闻跟相关规划，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拿。我说这个核动力的潜艇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了。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那川普会不会愿意调大力量的美军能力到那边去，目前是一个问号。但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是不是？其实有这个必要了。如果中国这个动作这么频繁的话，澳洲身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应该要这样做。但是川普会不会愿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不得不说，虽然难听一点，英国的能力真的不足了，这个大家也知道了。他们对国防投资真的在过去20-30年真的是走得很低了。然后最近换首相好几次了，而且每次新首相上任的时候会说：“哦，我们国防投资会提升啊。”结果发生什么呢？他们会发现他们国内不管是医疗系统或其他的议题是更重要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难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澳洲很难依赖英国，只能依赖美国了。所以听到澳洲的耳里的话哈，除了美国可以靠以外，这个英国就像你讲的不用奢想了哈，那就口惠而不实啊。那短期你觉得应该说，在可见的这些时间内，美国要怎么样在这段时间先强化澳洲自己的一些防御的能力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海军陆战队，因为已经在澳洲有固定的这个人数啊，那也可以增加了，或者美国的海军海军相关海军。不管是潜艇、船等等，也可以多访问澳洲，美国的战机也是可以。但是如果美国愿意这样做的话，川普还是会向澳洲要钱啊，还是会说好，那我们可以多访问。你讲到重点了，我们都可以访问，但是还是有，就像这个 NSS 里面有提到这个 burden sharing 这个字，多访问是可以多访问。但是这个 cost 澳洲还是要付，那要看澳洲出，那要看澳洲愿意不愿意，这个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但是应该是会有了，而且这个总理没有选举的压力，因为他们是今年5月份才连任成功了，所以下次选举是2028年。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意愿的话，就是国防这方面，而且要负担部分美国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他们自己要决定。但是如果没有 cost sharing 的话 ，burden sharing 的话，那 Trump 就不会做了。OK， 所以刚刚拉回到我们刚刚讨论到说 NSS 的部分，其实川普也明白的在报告当中讲到说，不是只有美国嘛，盟国你自己也得出啊，你要出力也好，或是出钱也好哈，不是说我是无偿的。那讲到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其实拉回到日本来看，日本的防卫相哈，也就是他们的防长就是小泉进次郎，他最近呢就前往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去视察太空专门部门宇宙作战群，他也宣示呢，2026年度呢会把这个空中自卫队整编成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他指出呢，太空不仅是军事，也是民生的极重要领域。那专家也指出，太空积极强化这个发展有一个理由不只是3个理由。第一个，通讯传播非常重要；第二个，日本准天顶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准度；第三个就是防卫监视的基础建设领域。所以就是说今后在日本部分，特别针对我们讲航太也好，那
蔡老师常讲说，他们说是宇宙啊，他们的发展战略重点方向是什么？你这种小泉进次郎当成防卫大臣之后的话，他的表现日本方基本上是很赞同，而且他有办法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告诉全世界。过去的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主持人讲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因为他表达能力很好嘛，所以他在记者会里面就会有这种东西出来，也就是在12月2日的时候，然后他有去讲。然后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府中在哪里，府中的话就是在东京。我们可能叫这个应该说空军，我们叫空军，空军应该是在郊外，没有，它是在东京。然后府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要去这边？因为它是美军基地在旁边，也就是我们讲横田基地，所以它两个的话就会结合在一块。这个是为什么他要去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个是他的一个司令部。那这司令部的话，对于太空而言，刚刚主任说他们叫做宇宙，那宇宙的话就会有一个叫做宇宙空间，因为宇宙没有什么领空领海的一种概念，而且他们会发现呢，现在的中国大陆或是说俄罗斯，他们对于破坏卫星的能力也还蛮强的。日方的话已经有开始担心这个方面的，对，所以他们也希望说这样的能够去发展，万一我们的宇宙被破坏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但如果说单纯从商业的角度去讲的话，我们现在的网络啦，除了海底电缆之外，很多就是宇宙，因为他们有注意到SpaceX 的老板 Starlink 就是从宇宙上面，他们就发现像马斯克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Starlink 好像就帮乌克兰救了不少人那种感觉，这也是他们要去做的。所以宇宙等于是一种商业，并不是只有是在军事而言，这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这个可预见的未来，就是不是只争夺在地球的这个领域哈，还要在 out of space， 就是在宇宙太空。等一下回来，这些讲到的东西都跟科技有关。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聊一聊日本的 Rapidus， 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的是科技焦点啊，全球半导体竞争的非常激烈。现在日本的 Rapidus 呢？宣称他们正在加速推进2奈米制程的量产目标，是量产哦，而且传出呢规划要更先进的制程。好，那么日经新闻还有读卖新闻啊，最近都不约而同的报道指出说 ，Rapidus 北海道千岁市的第一座晶圆厂计划最早在2027这一年要启动第2座工厂建设，目标是在2029年。他们说，不只是生产2奈米，也是要生产1.4奈米的制程的这个晶片，缩短跟目前市场的龙头，也就是我们的台积电中间的差距。Rapidus 他们的最新回应表示说呢，这个报道是媒体在猜测啊，不是事实啊。那但是 Rapidus 7月份已经在包括他们的工厂开始2奈米这个 GAA 技术的晶片原型制作。而他们的执行长小池春义呢，也在这个把这个 IBM 跟设计公司，就是晶片设计公司叫做 Tensor， 视为是潜在的核心客户啊。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蔡老师就是 Rapidus 不断强调说他们要直攻2奈米，现在不只是2奈米，还直攻1.4奈米。技术上是如何突破，大家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个，你就算技术突破了，你还得要量产，因为量产曾经你也提过，买家在哪里，客户在哪里呢？第一个1.4奈米这个的话，确实是媒体他讲出来的没有错，但是我们用官网去做一个解释啊。那官网的话，我们就会有看到，我们把 Rapidus 它在11月26日的官网，他自己有去澄清一件事情。他自己澄清嘛，对。他在说我们没有做这一种发表有关于1.4奈米这一种东西，所以既然是没有的话，就是媒体去猜测。可是媒体它真的会是我们讲的叫做空穴来风吗？因为我去查了一下，包括 NHK 它也有报道这个事情，有可能就是他们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去走。那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日本人他们的一种行为模式。他们的行为模式的话会比较低调。他不会讲的那么多，所以就是说他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去走，应该有做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他才会去说出来。那说出来的话，他既然
表明是没有，但是不代表它真的是没有，这我们可能要去注意一点。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它对台湾的台积电最大可能造成的一种冲击，是它的商业模式跟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那什么叫商业模式不一样？就好像我们1980年代的时候看电影，可能就是用 cassette 去看，或是我们就 CD、DVD， 或是我们讲蓝光去看。现在没有人会看蓝光的，然后就进入到网络去看。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台积电会出来，因为它讲了一个概念叫做 Foundry。那 Foundry 的话，就是我帮你代工，这是我们90年代起来一个模式。所以 Rapidus 它也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在那官网就是讲，我们没有要跟台积电去对冲，我们用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商业模式。那我们这个商业模式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利点，就是我们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因为台积电它是我们讲叫做量产，量产的话，我们都卖给什么大厂啦，什么 Apple 啦，或者是我们 NVIDIA 啦，那就必须要前工程、后工程、什么工程，那时间会很长。那 Rapidus 的话，它速度会都全部包装在一块里面。如果它这种商业模式一成功之后的话，这个等于是我们的台积电会变成是旧的模式，就好像我们以前常听CD、DVD， 现在没有人在听 CD、DVD 了。那它是不是有办法突破1.4奈米的话，真的这个倒是没有听到的一种消息。那就算1.4奈米不论。可是我们讲光看2奈米，我们这也提到过嘛，哈。对，你2奈米，你还是进到你的良率要提高到你能量产，量产之后你还要找到客户啊。找到客户的话，这个会蛮难的一个点，因为在今年的9月7日，日本 NHK 做了一个特别报道，就是直接去追踪Rapidus 的小池董事这个人我们讲的执行长，追踪他2-3年，他也有去报道，就是Tenstorrent 的一个老板，那这个老板也跟他讲，只要你做得出来，我们愿意跟你买，而且我们要的就是速度比台积电更快的。那良率的话，这是你们自己要去做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点就是，日本的良率的话，你只要去给他时间、给他钱，他可以做得到，因为他现在不考虑成本，他的钱等于是说我没有考虑到有赚没赚钱，反正钱就是政府来的，我只希望把它拉拔起来。那拉拔起来的话，我们看好像是为什么品质很好，它像 Toyota 的生产系统整个就会进去，所以我还是就是觉得他们的新的商业模式跟我们的旧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假如这个成功之后，那我们台积电的整个商业模式就会整个垮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弱点。OK，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日前我们曾经也讨论过这个有关于机密窃取的案子哈，现在当然还在诉讼，而且这次也特别看到东京威力科创的那个社长还特别到台湾来，拜会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嘛，这特别是表达说这个中间可能有些误会哈，不过现在已经进到这个法律诉讼的这个阶段。好，那说到晶片的突破，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些发展呢，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协会副理事长叫魏少军，他抛出了一个震撼弹啊。因为他宣称呢，有一款采用14奈米制程，而且搭配18奈米 DRAM 记忆体的人工智慧晶片，说这个效能呢可以媲美辉达所生产的所设计的这个4奈米 GPU。那魏少军表示说呢，这个晶片可以把14奈米晶片跟18奈米的 DRAM 堆叠键合在一起，然后采用3D 混合键合技术，实现同对同的超高密度连接。显著的提高效率，并且降低运算的延迟。那这种架构呢，将使得逻辑运算晶片会紧贴内存记忆体，然后执行，可以更加的动态改善 AI 工作。因为 AI 工作它的算力要非常的大，它的负载也非常的大，好，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我们也看到先前美国对于半导体的这个围堵还有包括对大陆晶片技术的封锁。辉达当然一直很想要卖到这个就是大陆就是它的 H200现在一直想办法看能不能解禁。当然，因为美国的这个强力制裁的关系，所以使得辉达现在的市占率我们也看了一下，超过90%，以前是超过90%，现在呢全部归零。华为变成了主要的受益者。那现在魏少军喊出了说，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4奈米的 GPU 就是媲美。可以像是辉达这个4奈米的 GPU 在这个时候喊出这样的一句话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读呢？大使？对，其实这个我的了解啦，就是 AI 的部分
当然芯片是它的很多重要这个 AI 的这个整个的科技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是代表的是算力啊。算力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你的大模型在应用层面。对，那之前你还有电力。最近黄仁勋在美国接受采访，他讲得蛮清楚的哈，他有5个层面啊哈。那现在讲的就是芯片这一部分。芯片的话，事实上中国大陆尤其是华为的芯片啊，它一直升腾910，它跟过去那个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这个NVIDIA 的对中国大陆的特供晶片啊，已经等量齐观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大陆的厂商就开始用中国大陆这个，尤其是华为自己的这个晶片，910C 啊，那来取代这个黄仁勋的这个产业啊。而中国大陆的政府也下令给他们相关厂商，是基于保密原则，你不要用这个 NVIDIA 的晶片。所以黄仁勋他前2天在美国的演讲，他说我们这个芯片啊，真的是举世无双啊。他说不但美国政府 ban 不准他卖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同时 ban NVIDIA 说你不准卖 NVIDIA， 他说我是双重被 ban， 双重被禁止。他说这个东西，因为那个记者问他说，你们的晶片这样送到大陆上，会不会技术上会被偷窃啊？会不会帮助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方面发展？那黄仁勋就说，我芯片有什么帮助中国大陆什么？我的芯片大陆也照进啊。对，所以就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要偷他的意思。不过这个里面就是说，其实这个 GPU 跟这个所谓的 DRAM 两个是密切在一起的。它需要 DRAM 里面大量的这个储存对的这个资讯，然后用这个 GPU 在里面运算。对，那它现在这个叫什么逻辑晶片紧贴内存的记忆体，也就是 DRAM 跟 GPU 两个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之前中国大陆很多科技的突破，我看基本上就是说，它很多部分在取这个记忆晶片里面的记忆的这些资讯的时候，它抽取的方式比较精准，是不会去全部算一遍，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算一遍，把有效的它会直接抓到它要的那些资讯，所以它这个就算力的部分，它就负担就比较轻。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在基本上它那个是科技上的突破。不是它算力的大增，而是逻辑晶片跟储存晶片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把它做得更有效率，所以它的效能提高。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人说 NVIDIA 的那个 GPU 它事实上算力很强，可是它大概被运用的，它整体算力被运用的这个比例不超过30%。所以它70%的那个算力都没有用到，就跟我们用一台电脑一样，里面那么多功能，我们能够让它30%功能就很不错了。是，所以大陆现在就走这个方法，它在这个算力的运用方面，它的效率高，然后这个记忆逻辑晶片跟这个记忆晶片在互相互动的时候，它取用逻辑晶片要这个储存这个做记忆晶片里面资讯的时候，它的效率更高。所以它就可以用18奈米跟14奈米的14奈米的逻辑晶片跟18奈米的记忆晶片结合的时候，达到你这个4奈米 GPU 的。对，强调说它的效能有提升。它就效能，它是内部的运算跟这是高科技的东西，大概的概念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黄仁勋真的确实非常的着急，因为夹在中美两强之间啊。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到黄仁勋他有一个协议可能达成区，他全力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什么呢？说服川普不卖晶片，才会让中国大陆领先。好，那再来呢，就是投资让利来安抚美国，然后呢拼合作建立互信来安抚中国大陆哈。那当然现在黄仁勋想这么做，他先看到的是苏姿丰先达成了，因为超微执行长苏姿丰表示说，他们的公司已经取得了部分 MI308 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相关许可。那一旦出口呢，超微也准备好了依照规定向美国政府来缴纳15%的费用。所以黄仁勋不行，但为什么苏姿丰可以？
或许川普像黄仁勋一样是要钱了，就是不是要钱，因为今年已经就是从川普上来之后，已经有几次黄仁勋有宣布大规模投资案子。不管是在美国或他陪川普总统去中东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选示，有一些跟这些波斯湾国家的 AI 方面的合作，那规模真的是不少了。所以我猜川普可以用这种方式使，而且大家都知道，回答手上的现金实在太多了。他们连自己不知道怎么花、怎么投资了。可是我记得黄仁勋之前有跟川普表达过说，如果今天这个高阶晶片让进大陆卖给他们，我也让你分润啊，就是好像也是15%左右。川普当然川普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他在短期之内可以拿到黄仁勋一些其他的公布一些其他的大规模投资案子，那当然，川普会向他要了，而且基本上黄仁勋还是会配合，不管他是回答自己投资，或者跟 OpenAI 或其他的公司一起合作了。回答的确是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猜川普还是希望回答可以做更多国内投资。川普感到满意的时候，才会给回答这个出口的许可。对，所以现在夹在中美之间，其实黄仁勋很难的一点就在于说，就算最后说服得了这个川普放行，让他卖到中国大陆去，也得看中国大陆要不要买才对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中美两强的竞争是竞争不完的。那最近看到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晶片科技，还有包括稀土之外，最近呢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料药。那这一趴特别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跟西方在制药还有相关方面的交锋啊。根据台湾的《远见》杂志的报道，当然《今周刊》也有相关的报道，有一个最新报道说呢，中国大陆目前掌控全球36%的原料药市场。如果因为贸易战或者是地缘冲突而管制出口的话，那恐怕世界医疗体系会面临到崩塌的危机，这非常危险啊！因为光是影响的就有2种最主要的用药，一个是抗生素，另外一个就是抗过敏的这个抗组织胺。好，以抗生素来说啊，中国大陆在2025年全球以及中国抗生素市场报告当中指出，2025年全球抗生素的规模是估计达到685亿美元，而中方呢供应70%以上的抗生素原料。美国如果从零重建一条抗生素的产业链，至少要5到7年的时间，而且还必须保证是美国政府要持续采购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在晶片稀土之后，原料药市场会不会变成是这个中美之间在博弈啊？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说项目吧。大使怎么看？除非美国开始就进中国大陆原料药，让美国的厂商他去寻找另外的供应非中供应链，非中供应链，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舍目前的中国的供应链。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我们刚刚只是讲抗生素这个规模70%的原料药是由中国大陆。整体来讲，在全世界的药品申请里面，原料药中国占4%，中国大陆占4%。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占4%？就是过去很多西方药厂跟中国大陆药厂合作，因为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性价比高，那这个是一个长期合作之下产生的一个产业链，那个是市场形成的。不是政治有干预的，对，只是市场形成下来，就是全世界原料40%最后中国。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成为那是世界第一大，世界的这个原料供应国呢？第一个，
中国的产量规模大，也就是它达到一个很大的规模，它的成本自然降低。中国大陆本身的国内需求量就大，那有国内市场支撑之下，它把它的这个经济规模做大以后，那再去扩展大陆海外市场的时候，它的怎么讲，产量规模就让它的价格事实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第二个就是说，大陆近这么多年的发展，它的产业链非常完整。你不要只看一个原料药有相关的这些这个说所谓关键链就是说这个生产链上的各个项目，它都非常完整。是。第三个就是说那么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很多这一些关键的药品上，有特别的着重，包括很多怎么讲，包括很多重要的疫苗。中国大陆因为国内的市场的需求，它有它的重点存在，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算是有年那种产业链这样，很完整、很成熟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产业链，在跟世界的大药商合起来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呢，会不会出现问题？美国发现是问题，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没有受到压力之下，不会把这个拿出来做一个贸易的武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对，这个是中国大陆产业，尤其药厂才慢慢往上升的。中国大陆自己的药品的专利也越来越多，自己研发的新的药品，因为就是说跟很多国家来比，中国大陆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来支撑这个产业，自己的国内市场就非常大，所以自己的药品的研发上面也越来越强。那这个就是整个全球的药品业的竞争业，就发觉中国大陆是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可是美国的是从国际政治角度说，哎呦，原料要这么多，40%、70%超过这样，万一中国断供怎么样？除非我觉得美国愿意把这个贸易战带到这一块来，也就是说，我现在你美国的中国大陆的原料药，我给你提升多少多少的关税来挡你的原料药。那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会采取相对的一个报复的措施。那在它6、7年的这个需要追赶的时间内我就用断供的方式，让你不要用关税的方式来打击我的这个原料药产业。因为这个原料药其实坦白讲，真的跟晶片跟稀土来讲，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讲到的稀土那当然，这个现在就是要看接下来这个中美双方彼此过招的互动是如何。不过讲到稀土呢，现在这个稀土，根据产经新闻的报道说，日本政府现在也特别强调说有稀土因为这个预计在2026年1月开始，就在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的外海要进行试土试挖作业，因为呢，他们说南鸟岛近海的稀土泥这个纯度呢，大约是中国大陆稀土的20倍，纯度很高。不过12月4号，日本这个国民民主党的议员这位议员叫做山田吉彦，他在质询的时候表示，他说这是日本极具突破性、充满梦想的计划。但是今年6月，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曾经在南鸟岛这周边，就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所以他担心，如果大陆方面呢实施某种干扰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进行排除？那常常会问这种假设性的问题。OK， 好，那所以呢，日本的防长就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呢，日本的自卫队会持续对中国大陆的航母动向进行严密监控，确保资源的调查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进行。好，那现在在南鸟岛发现有不错的稀土资源，纯度也很高。可是呢，稀土还是必须要从开发一直到最后，最困难的是那个提炼短期之内要摆脱对中方的稀土依赖很难吧？平常我在学校的时候都会听日本的国会，因为现在正在开临时国会，所以我有看到这一段。对，那看到这一段呢，我看到是3点参议员，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不会嘛，应该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3点。多年前曾经我们国家派我出去跟他们讨论有关于台湾海洋渔业的一些东西，就是跟他在东京车站饭店跟他意见交换过。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人。我看的时候就是这个人，这个我就认识啊，他现在当议员了，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忧虑是不是真的是会
成真呢？哦，这个忧虑的话，确实是有这种忧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岛，他们确实是在2013年由东京大学跟他们政府去做调查发现的。那为什么做调查？是因为2010年的话，日本曾经吃过一次亏，那时候曾经中国寄过稀土这把剑对他们就要去找。然后他们在2018年东京大学他有去公布了。如果这一些我们讲全部都有办法开采起来的话，全世界大概可以用几百年。以量来讲，可能不同的种类，但是可以用几百年。然后山田他说，日本这一些资产就是海洋资产，大概也会有500兆。那500兆的话，可不可以开采起来的话，理论上现在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今年的临时国会里面一直在讨论这种问题，特别现在跟中方的关系又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的话，明年应该说加快速度，加快那个资金去开采，确实是有。那为什么会担心中国大陆的一个原因？辽宁号过去，还有的话，中方也有发现这一块矿产的，那发现这一块矿产，他们也去开采了。他再去做调查，就资源大家都要互相争夺。对，因为日方的话只能够说在我的多少范围里面是我的，你不能够进来。可是离开多少范围之外的话，算是公海什么海，那就算开采的话，会不会缓不济急，就时间来不及呢？还是得依赖中国大陆提供的稀土啊？暂时还是需要，因为暂时的量还是他们比较多。可是现阶段看起来，中方还没有祭出这一个刀，他们也在担心他会不会祭出所谓的稀土啊禁运，就好像2010年。但是现阶段的话，他们应该会很加快速度去开采，所以这一波紧张关系反而助长日本去开采稀土。对，所以跟日本一样，就是美国也有相同的问题哈。所以 Russ 呢了解说，因为在美国这边呢，其实除了考虑从火力电厂的煤灰提取稀土元素哈，就是都已经就是把那个脑筋都动到那个煤灰的哈。那加州大学的 Davis 分校呢，也获得联邦政府300万美元的资助啊，说要开发新的技术，从矿山还有工业流程当中的酸性废水里面去提取稀土元素。这个计划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 AI 来进行蛋白质设计，然后结构的塑造，还有耐酸制成开发，透过建构工程化生物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生物催化剂，然后呢把这个应用在耐酸微生物宿主。所以呢，简单来讲啊，就是可以选择性的从酸性废水里面提取稀土的元素，然后变成从稀释的废水里面提炼出一个有价值的材料。就是要透过提炼嘛，所以稀土我们一直曾经也讨论过，就是你去发现你开采可能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提炼，因为提炼还牵涉到了很多的污染的问题哈。所以美国现在也想，它有好几个管道，想要兵分多路、多管齐下去想办法摆脱对中国大陆的稀土依赖。可是还是回到那句话，短期内它有什么方法能够完全的摆脱？短期之内是很难，但是川普还有他团队的确是很注重这个议题，花不少时间研究想办法，甚至这次川普去来到亚洲了，还有宣布跟稀土方面跟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有合作的MOU 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川普政府上来之后，也是投入很多时间在做所谓的 deregulation， 就是法规这个松绑了。那很多是为了做这个，不管是能源方面、传统制造方面，甚至这个稀土提炼方面了。但是因为拜登政府